自从我们这个小区里面加装了这个电梯之后整个小区的人全部都后悔了，不管是高楼层的还是低楼层的，都后悔了，都说给自己家里面小区里面装了一个大麻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新来的朋友点点关注，点点赞，您的支持就是我更新最大动力。我们这个小区呢是19几年，就是90几年的时候修建完成的，楼层不是很高。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老房子是没有安装电梯这个行为的，因为那个时候的房子没有讲究电梯这一块，电梯那个时候也比较贵嘛，只有那种高层的住宅才会有电梯。但是我们这边呢装了这个电梯之后呢，说实话确实方便了楼上的人群，因为现在随着我们老龄化的一个步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的一个自行车是禁止，电动自行车是上楼的，这边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了上电梯里面电池那个可能会有一点那个，比如说电压不稳定，比如说自燃之类的，在网上经常有新闻会报道嘛。我们现在呢在这个电梯里面可以看到这边呢是要可以按的，里面的话按楼层的话是需要刷卡的。本来这个电梯呢是一个叫什么工程呢，就是方便那些老年人，楼上的人他爬楼梯不方便，一个是年纪大了之后骨质疏松，然后呢根本就爬楼不方便，所以就是为了方便楼上住的老人的时候，年纪大的人方便他们出行。可是呢由于这边装了电梯之后为什么会都后悔呢？主要有以下几点给大家说一说吧。你看这里面的告示就是电梯里面禁止抽烟，然后我告诉你这边的电梯是不能够自己按的，只能开门和关门，而且这个电梯是一梯一户的，就是你开门之后会进入到另外一户人家里面。这边呢是要刷卡才能按楼层的，总共核定人数是10个人，看到没有？这上面都写了。我告诉大家为什么会后悔，其实这个电梯本来是方便那些不方便的人群，年纪大的人，比如说小孩或者是老年人他们腿脚不方便嘛，然后呢就是为了方便的。可是没想到这个电梯装了之后，给1楼2楼的用户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1楼2楼它不需要电梯，所以呢就当时也没出钱，但是呢会挡住他们的采光。这个电梯里面也装了非常人性化的电风扇，特别在这种炎炎夏日里面这个风扇在电梯里面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不像那种室内的空调那个电梯这边不防晒嘛，所以说高温的下面还是人比较热的，受不了嘛。本来这个电梯装了之后会让我们更加舒心的，没想到装了电梯之后楼下人呢嫌太吵了，也担心它的房价变贬值了。因为采光的话本来非常好的，这个电梯一装这里正好挡住1楼2楼的采光了。楼上人呢是分摊了这个电梯的费用，这部电梯总共装下来是20万，然后的话楼上的最高的人分的多一点，分了个8万，楼下以此6万3万2万1万这样下来，然后具体每个人的金额都不一样，然后我只说一个大概嘛，懂的朋友们都懂。这个老电梯装了之后反而让楼顶的房子增值了，本来最不值钱的房子变成最值钱的房子了，就是顶楼的房子，主要是因为出行更方便了，然后上下楼也更方便了，反而这个最值钱的房子现在变得不值钱了，所以楼上楼下的人都开始后悔了。后悔的人，楼顶的人说这个电梯真的是个麻烦，然后就是电费是一方面，安全性是一方面。以前呢只用爬楼梯就可以了，现在呢坐电梯，这个电梯的一个电费平摊下来真的是多了一点开支。以前呢每个月养老金刚好够自己吃喝的，可是这个电费一摊下来是比较贵的，因为这个大型的电力设备电的度数是比较高的，谁都不愿意多掏钱嘛，谁都想贪便宜嘛，对不对？可是没想到这个电梯装了之后却惹来一个大麻烦，都说后悔了。楼下的人呢担心这个房子贬值了，楼上人呢担心这个电费太贵了。当初呢其实楼下的人去告了楼上人，不愿意装这个电梯。后来呢因为只要楼上的人有2/3的人同意，1/3的人同意，基本上就能够把这个电梯装下来了。所以说这个电梯装了之后，很多人都说惹了一个大麻烦，对此你们怎么看？你们家老小区有没有加装电梯？你们感觉装完电梯之后是更方便的还是更麻烦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吧。我觉得这个电梯装了之后确实有好处也有坏处吧，你们觉得呢？